上回书说到，卡纳在梅比斯的墓地中获得了妖尾3大魔法之一的妖精的闪耀，而恶魔之心的副指挥布鲁诺也是为此而来。就在他马上要对卡纳下杀手的时候，吉尔达斯赶到救下卡纳。吉尔达斯与布鲁诺特展开战斗，布鲁诺特用重力魔法将地面给翻转过来，吉尔达斯跳到空中与布鲁诺特对拳，两人的战斗太过激烈，不是纳兹等人可以承受的。于是大家将此处战场留给吉尔达斯，继续向营地奔去。吉尔达斯少见的发了火，他愤怒地对布鲁诺特说：“这是十分重要的考试。”营地这边已经堆了很多伤员，就怕敌人会搞突然袭击。听莉莉说，夏露露已经去找纳兹他们过来了。雷比松了一口气，我们绝对不能放弃，大家齐心合力的话，一定可以。话未说完，外面传来脚步声。可惜的是，来者并不是纳兹等人，而是弃眷属的灰头发男子拉斯提罗斯。此时，丽莎娜、雷比和莉莉3人的魔力都已经到了极限，不知道还能撑多久，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赶来支援的纳兹等人身上。拉斯提罗斯抡起自己的铁爪殴打众人。这时，雷神中的菲利德和毕古斯罗赶到，强势加入到了对抗恶魔之心的队伍中。本来他们2人和吉尔达斯已经离开了天狼岛，好在及时看到求救信号后，他们又折返回来。果然，岛上发生了战斗。拉斯提罗斯嚣张地说道：“杂兵又增多了，你们不可能是我巨献之狐的对手。”毕古斯罗咬牙切齿地说道：“本来我们也没想和你堂堂正正的战斗，我们2人必须将你消灭。”菲利德说：“既然敢伤害艾巴和我的伙伴们，你别想站着离开这个岛了。”拉斯提罗斯变化出守护兽疾风，毕古斯罗使用星图魔法将其打败。接着，菲利德用黑暗文字绝影砍了拉斯提罗斯。拉斯提罗斯此时心中满是恐惧，大脑筋一时空白，不知道该变出什么东西。等到心情平复后，拉斯提罗斯利用恐惧的心理，在意念中召唤出了亡灵。亡灵像浪潮一样吞没了菲利德等人。另一边，艾露莎离开朱比亚后，独自一个人寻找温蒂，结果遭遇了弃眷属的阿祖玛。阿祖玛一见艾露莎，高兴极了，终于看到你了，真正的强者妖精女王。双方没什么好说的，直接动手开打。艾露莎变换多个铠甲形态，打得阿祖玛兴奋异常。他说：“我一直在等待像你这样的强者出现，真是兴奋啊！我常听说你的英勇，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同一类人。战斗就是一切，只追求强者就是证明。”艾露莎面无表情地说：“别扯了，谁会跟你这种人一样？我没有追求什么强者，我只要有保护同伴的力量就够了。若能换来这个力量。”阿祖玛为艾露莎的觉悟而震惊，真想继续和这个女人交手。不过可惜的是，时间已经到了。阿祖玛使出的是失落魔法大树之狐。这个魔法真正厉害的地方是支配沉睡积存于大地中的魔力。我最先被派来这个岛上的理由只有一个，就是为了支配这座岛上的魔力。只听轰隆隆一阵爆炸，天狼岛上的天狼树被齐根炸断。同一时间，岛上所有妖卫公会的魔导士，包括吉尔达斯在内，大家都被抽干了魔力，浑身软弱无力，被恶魔之心的人揪着揍。哈迪斯很了解这座岛上的魔力，岛上的天狼树会保护刻有妖尾文章的人，防止他们在这座岛上丢掉性命，所以会长才会把这里作为考场。阿祖玛毁掉了天狼树，不但会让这股保护妖尾成员的力量消失，还能不断夺取妖尾全部魔导士的魔力。阿祖玛说：“妖精的尾巴将在这里全灭，但是我并没有剥夺你的力量。来吧，妖精女王，你的伙伴快死在岛上了，能救他们的只有你。你保护同伴的力量究竟有多大？就让我见识一下吧。”艾露莎得知后压力山大，换装天伦铠甲与阿祖玛对 A。阿祖玛控制树枝和绿叶将天伦铠甲打爆，接着又操作藤蔓袭击艾露莎。艾露莎换装飞翔铠甲，快速切入攻击阿祖玛。天下武功唯快不破，但这里毕竟是丛林，是阿祖玛的地盘，任由艾露莎速度再快，阿祖玛只要随意动动手臂，连大地都可以成为阿祖玛的武器。阿祖玛操控树枝藤蔓变成一只巨大的脚掌踩下来，艾露莎立马换上金刚铠甲，绝对的防御盾牌抵挡住了巨大脚掌。阿祖玛一挥手，如同雨点一般的树枝刀刃袭向艾露莎，一声炸雷，艾露莎换装雷帝铠甲，抡起手中的雷帝之枪由空中劈下来，阿祖玛潜入大树之中，然后突然发动袭击，将艾露莎击飞。阿祖玛表示打得非常过瘾，不愧是妖精女王。
艾露莎与阿祖玛开始了近身互殴。阿祖玛用藤蔓缠住艾露莎，接着一招爆破，破血之枪从浓烟中穿出，划伤了阿祖玛。艾露莎抓住阿祖玛的腿，将他摔在树干上。阿祖玛用藤蔓阻挡艾露莎的攻击。艾露莎换装炼狱铠甲，挥动斩破刀猛砍。阿祖玛看准艾露莎下盘的缺陷，抓住她的双脚，一道火柱从阿祖玛身上喷射出来。爆炸之后，艾露莎摔倒在地，身上的炼狱铠甲被炸成了乞丐装。不得不说，阿祖玛的确强得可怕。艾露莎的几套硬气的战甲都被他给打残了，另外几个铠甲不适合对付阿祖玛这种属性的敌人。艾露莎集中精力思考对付阿祖玛的办法。说起来，自己前一周买了一套诱惑铠甲，用这个对付阿祖玛，不晓得有不有用。只怕阿祖玛会说：“我本来只是想打败你的，现在突然有了别的想法，这就得不偿失了。”说回正传，要超过这个家伙的魔力，就必须要将所有的魔力用在攻击上，不能对防具使用魔力。除了诱惑铠甲外，还有一个号称百战百胜的超级铠甲可以用，那就是只遮住大胸的布条铠甲。没有哪个敌人不被这套铠甲折服。艾露莎换上布条铠甲，变化出红鹰，为了工会，就以这一招决胜负好了。艾露莎手握红鹰冲向阿祖玛，阿祖玛操控树枝藤蔓将艾露莎缠住，接着又是一个大爆炸。阿祖玛释放了天狼岛的巨大魔力，艾露莎被卷入火焰之中。还好这布条铠甲防水防火，一点都没破损，但艾露莎似乎已经失去了作战能力。此时被关押在评议会的杰拉尔感受到了艾露莎的气息，他默默地说道：“艾露莎猛地睁开眼睛，缓缓坐了起来。阿祖玛吃惊不已，这布条铠甲看似没有什么用，没想到防御力这么强，我阿祖玛愿称之为最强铠甲。艾露莎握着红鹰，再次冲向阿祖玛。阿祖玛边后撤边召唤藤蔓树枝攻击艾露莎。艾露莎手持战刀一一劈开，不知道凭自己的力量能不能战胜眼前这个敌人。不过为了保护工会和伙伴，这一仗自己必须赢。艾露莎与阿祖玛在藤蔓之中来回穿梭，阿祖玛故技重施，用藤蔓和树枝缠住艾露莎，并再次释放天狼岛的魔力，抵制咆哮。巨大的爆炸又一次把艾露莎吞没，整个天狼岛几乎都要被炸飞。但是艾露莎依然没事。不好意思，你虽然有强大的力量，但是我有信念和防御力100%外带复活效果的最强布条铠甲，在我的信念中，没有人可以打败我。爆炸之中，艾露莎一声咆哮，挣脱了爆炸和火焰。阿祖玛释放出的天狼岛的魔力竟然在保护艾露莎。就这样，一路护着艾露莎，披荆斩棘，摧毁了阿祖玛的藤蔓树枝，将艾露莎送到阿祖玛面前。艾露莎手起刀落，阿祖玛从大树干上坠落下去，并因为过度使用失落魔法，艾祖玛的身体产生副作用，逐渐与大地融为一体。趁着阿祖玛还有意识，艾露莎向他打听杰拉尔的下落。阿祖玛告诉艾露莎，那恐怕是乌鲁提亚的阴谋，为的是暂时转移评议院对恶魔之心的视线。花费了8年的时间筹划的作战计划，他是个可怕的敌人，但毫无疑问，他是哈迪斯最信任的人。艾露莎问：“为什么你们要执着于杰尔夫？”阿祖玛说：“为了触及世界的始源之魔法。”阿祖玛话未说完，身体就变成了参天大树。阿祖玛的招式解除了，岛上妖尾成员的魔力得到了恢复。针对七犬鼠的反击战终于打响。拉斯提罗斯召唤出帝国之塔，把菲利德等人吸附在上面。毕古斯罗摘下面具，附体在阿尔夫曼身上。阿尔夫曼犹如咆哮的野兽，跳起来揪住拉斯提罗斯就是一顿揍。拉斯提罗斯的帝国之塔解除，菲利德借助丽莎娜的力量从空中急速俯冲，一剑劈了拉斯提罗斯。吉尔达斯这边，布鲁诺特嚣张地用脚踩在吉尔达斯的头上，吉尔达斯恢复魔力，一把抓住布鲁诺特的脚，将他一拳头击飞。吉尔达斯愤怒地说道：“被你揍得遍体鳞伤，这位考官的威严扫地了呀！在那群小鬼面前，至少让我显摆一下呀！”布鲁诺特笑道：“好的很，好的很，看来我们2个都该拿出真本事了。”布鲁诺特释放出超重力球，这个黑色的球体拥有吸收一切的无限重力，把吉尔达斯连同周围的石块一起一点点吸入其中。吉尔达斯用分裂魔法予以对抗，在极限之时将超重力球击破。既然你这么想飞，我就让你飞好了。吉尔达斯一拳头打中布鲁诺特的下巴，布鲁诺特像火箭发射一样直冲云霄。
这个恶魔之心第2强的战斗力就这样败在了吉尔达斯的手下。另一边，格雷找到了师傅乌鲁的女儿乌鲁提亚。格雷谴责乌鲁提亚的行为完全与乌鲁的意志背道而驰，乌鲁的死就是因为戴利欧拉。乌鲁提亚现在却还要帮助恶魔之心利用吉尔夫的力量，实在不能理解这种行为。乌鲁提亚告诉格雷，自己的所作所为完全是母亲乌鲁的遗愿，信不信由你，反正我要带吉尔夫离开这座岛。格雷很疑惑，吉尔夫与乌鲁的意志到底有什么关系？乌鲁提亚告诉他，自己的父亲是被哈迪斯所杀，母亲乌鲁为了报仇一直在偷偷寻找恶魔之心。乌鲁死后，乌鲁提亚找到了母亲的日记，知晓了所有的事情。为了复仇，乌鲁提亚潜入恶魔之心。然而哈迪斯的魔力远比乌鲁提亚想象的要强大，乌鲁也正是知晓这一点才习得绝对冰结的。不过这一招乌鲁提亚却一直学不会。据他所知，目前只有绝对冰结可以打败哈迪斯。乌鲁提亚告诉格雷，自己是不会把吉尔夫交给哈迪斯的。他恳求格雷去打败哈迪斯，拜托了，能实现乌鲁与我的愿望的人只有你。绝对冰结这个招式一旦用出来，使用者的肉体也会跟着消亡。乌鲁提亚没想到，格雷想都没想，直接答应。格雷说：“我去打败哈迪斯，这不是为了你，不是为了乌鲁，而是为了工会。”乌鲁提亚带着吉尔夫离开了格雷，他找到等他自己归来的梅尔蒂，梅尔蒂还在执着于格雷。乌鲁提亚突然大笑，格雷已经不是敌人，他现在是妻子。顺利的话，哈迪斯和格雷都会消失，吉尔夫是属于我们的。这个女人的演技不得不叫人叹服，果然漂亮的女人都不可信。可惜的是，乌鲁提亚高兴得太早了，格雷早就识破了他的诡计，并跟了上来。不好意思，你的话我从一开始就没有相信过。绝对冰结那个招式我已经决定不再使用了。无论乌鲁的意志是什么，我也有我的意志，我要和同伴一起活下去。乌鲁提亚表示没得谈，那就别谈了。忘了告诉你，我是炼狱七眷属之首，你是打不过我的。